Briefing 1 1876年，日本蓄谋已久，以炮舰外交威胁朝鲜，逼迫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华条约。这场谈判表面上是两国之间的博弈，实则是弱肉强食的较量。面对日本军舰的炮口，朝鲜代表们只能忍辱负重，签下了这份不平等条约。条约的内容字字句句都刺痛着朝鲜人民的心，开放通商口岸，允许日本驻军等等。这些条款无一不昭示着日本的野心和朝鲜的屈辱。消息传出，朝鲜举国震惊，愤怒的民众高呼抗议，爱国人士们更是奋起反抗，试图推翻这个可耻的条约。然而，在强大的日本军舰面前，朝鲜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江华条约的签订犹如一道枷锁，将朝鲜牢牢地套在了日本的战车上，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序幕。Briefing 2 1917年，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世界。德国为了打破协约国的海上封锁，悍然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这意味着任何船只，无论国籍，都将面临被击沉的风险。消息一出，世界震惊。美国作为中立国，其商船也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求政府对德国采取强硬措施。总统威尔逊也意识到，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不仅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破坏了国际秩序。Briefing 4 1935年，英国物理学家劳勃·华生瓦特站在达文特里的海岸边，眺望着远处的海面，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忐忑。今天，他将要展示一项划时代的 invention—— 雷达。数支巨大的天线如同一只只巨眼，矗立在海岸线上。它们将电磁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回波，以此来探测远处的物体。随着一声令下，雷达装置启动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闪烁的光点，那是远处的船只。这一刻，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雷达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Briefing 4 1952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议会大厅宣布，英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这句话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全世界。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核大国，而英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格局，也意味着核武器的扩散。丘吉尔宣称，英国拥有原子弹，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然而，这番话却充满了矛盾和讽刺。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本身就是对和平的威胁。丘吉尔的宣言标志着冷战时代的加剧，核武器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也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Briefing 5 1980年，两封信件穿越地中海，跨越千年的恩怨，最终握手言和。一封来自埃及总统萨达特，另一封来自以色列总理贝京。两封信件的内容只有一个，希望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萨达特或贝京，两位来自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领导人，却拥有着共同的梦想——和平。1979年，萨达特打破禁忌，访问以色列，成为第一位踏上以色列国土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贝京则以务实的态度回应了萨达特的善意，他同意从埃及撤军并归还西奈半岛。1980年3月26日，两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并互派大使。Briefing 6 1991年，海湾战争硝烟散尽，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站在巴格达的电视台上，宣布从科威特撤军。仅几个月前，萨达姆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然而，在联军的强大攻势下，伊拉克军队节节败退，萨达姆不得不低头认输。萨达姆的撤军声明标志着海湾战争的结束。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的格局，也给萨达姆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联军的胜利维护了国际秩序，但也给中东地区留下了战争的创伤。萨达姆的撤军只是海湾战争的结束，但中东的和平仍然充满着挑战。Briefing 7 1995年，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轰然倒塌，
震惊了全世界。这场金融风暴的背后是一名交易员的疯狂豪赌。尼克里森，一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运气，在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一路升迁，成为一名资深的交易员。然而，贪婪和欲望蒙蔽了他的双眼，他开始利用职权进行违规交易，并试图通过虚假账户掩盖自己的错误。最终，他的投资彻底失败，给巴林银行造成了高达14亿美元的损失。消息传出，巴林银行股价暴跌，最终被迫宣布破产。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金融巨头，就这样在里森的疯狂交易中灰飞烟灭。Briefing 8 2005年，埃及总统胡塞尼·穆巴拉克，这位统治埃及长达24年的强人，终于做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决定：修改宪法，允许多位候选人参选埃及总统。埃及人民欢呼雀跃，他们终于看到了民主的希望。穆巴拉克的决定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在过去的24年里，他一直压制反对派，不允许任何挑战他的统治。然而，随着埃及国内外民主呼声的不断高涨，穆巴拉克意识到他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将面临更大的危机。修改宪法是穆巴拉克向民主迈出的第一步，它意味着埃及将告别一人独裁的时代，进入民主选举的新时代。穆巴拉克的决定将埃及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Briefing 9 2008年，纽约爱乐乐团，这支享誉全球的顶尖乐团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平壤的万寿台大剧院奏响了美妙的音乐。这是朝鲜建国60年来第一个登上朝鲜舞台的美国乐团。乐团的到来打破了朝鲜的封闭和沉默，也为朝鲜人民带来了久违的艺术盛宴。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音乐的交流，也是文化和人心的交流。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音乐可以跨越隔阂，拉近彼此的距离。对于朝鲜人民来说，这场音乐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Today's topic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2001年的阿富汗巴米扬山谷中，一件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事件正在悄然发生。巴米扬大佛，这两座曾经伫立于此，见证了数个世纪变迁与文明交流的巨大佛像，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塔利班政权以其极端的宗教观念为由，下令摧毁这些雕刻在悬崖壁上的佛像。这不仅是对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毁灭，也是对全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挑战。巴米扬，一个位于阿富汗中部的古老山谷，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深度著称于世。数世纪以来，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巴米扬大佛高达55米和38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站立式佛像，自公元5世纪以来，一直是佛教艺术的象征和宗教信仰的中心。然而，随着塔利班政权的崛起，这一切都变了。他们认为这些佛像是偶像崇拜的象征，与其极端的解释的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2001年3月，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些无价的文化遗产在炮火和爆炸中化为尘埃，留下的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疤痕。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文化遗产的毁灭，它还反映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宗教狂热、政治权力的滥用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不尊重。通过这个事件，我们被迫反思，在冲突与毁灭面前，我们如何保护和尊重不同的文化遗产。随着巴米扬大佛的倒塌，一片震惊和悲哀的声音遍布全球。人们无法相信，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巨型佛像就这样在瞬间消失。这不仅是对阿富汗文化的一次严重打击，更是对全人类共有文化遗产的破坏。国际社会对此反应强烈，许多国家和文化组织纷纷谴责这一行为，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公然挑衅。然而，这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和多层面的问题。塔利班政权的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深受其极端宗教观念影响的结果。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便这意味着要摧毁数百年来被世界尊敬的文化遗产。
这一逻辑虽然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但它却反映了在特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一种极端思维模式。国际上的反应迅速而强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多个国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干预，希望能够阻止这一破坏行为。全球各地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行为的反对和对巴米扬大佛的哀悼。然而，尽管有如此强烈的国际压力，塔利班政权仍然坚持其立场，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果。这一事件不仅是文化破坏的象征，也成为了全球文化冲突和宗教狂热的一个焦点。它引发了人们对于宗教自由、文化多样性保护以及国际社会在面对此类挑战时应采取何种角色的深入思考。此外，巴米扬大佛的毁灭也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尊重和保护那些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遗产。情绪在全球范围内高涨，从愤怒到悲伤，再到对未来的担忧。人们担心，如果连这样的世界级遗产都无法免于破坏，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安全的？这一事件也激发了一股力量，促使国际社会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找方法，以防止此类文化遗产在未来再次遭受破坏。巴米扬大佛的毁灭虽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但它也成为了一个警示，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以及保护它们的重要性。这一悲剧让人们认识到，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是每个国家的责任，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如何平衡宗教信仰、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